既为盟友，绝不背叛。倘若背叛，不得好死。果然，我们都应试。这是一个从头再来的梦。一切又重新开始了。这棋局竟是从前我与他分府前下过的最后一盘。那盘没下完的棋是死局。我的路我自己走，我要为自己而活。久违了，这温暖的阳光。《杜花恋》这个戏，就给我的感觉就是选择更信任、珍惜眼前人，包括你的朋友、你的爱人。总体这个，我对这个戏那个核心就是这个总结。李荣很像一个冰块，他是被裴文轩一点一点去融化的，教会他相信爱，如何去爱。在和李荣重新相处的过程当中，做到了体恤他，然后体恤更多身边的人，然后和李荣一起共同成长，共同去完成自己最终的目的的一个这样的故事。苏荣清其实是拿自己的孤独来捂住伤口的一个角色。我觉得上天对他很不公平的，就是让他在两样最珍贵的东西里面选，一个是他从10岁起便坚守至今的爱情。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家族。如果李荣过得好，他就开心，就哪怕不跟他自己在一起，只要他能过得开心、过得幸福就行。他其实世人笑我癫狂，我笑世人看不懂。这句话对苏荣华是一个非常好的概括。上官雅是一个让我一眼万年的人，是一个独特的人，是一个可爱的女子。我觉得那一瞬间产生的那种情感粘连，它就是爱情，它没有什么啊，你是苏荣华，我是上官雅，没有，就是因为他们看一眼就对上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本身底色是一个干净的清澈少年郎，阳光善良，向往自由的一个这样的性格。愿同秦小姐一起，如陈氏夫妻一般，执手偕老，相濡以沫。他跟李川其实是惺惺相惜，是同病相怜。空有这人间自由身，却非这人间自由人。因为作为帝王，他的疑心很重，然后他可能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。他为皇上流过泪，然后为女儿流过泪，为儿子流过泪，没有一个人为上官月动过这样的感情。作为深宫中的这个妃子，她没有爱情，不搞爱情，专搞事业。然后她是武将之女，我觉得她喜欢权力、有野心的一个女子。我觉得华月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她其实并不坏，有的时候还笨得让我有一些心疼。父皇儿臣不明究竟哪儿做错了。站在自己的个人思想上，也不能说完全是个坏人吧，因为我觉得他首先要让自己强大，他才能去保护很多人，包括他的女儿。取你我代之之心，昭然若揭。总得杀进靖侯，给他们点颜色瞧瞧。苏家在这个戏里面是一个传统的世家，也有很高的位置，但是呢，最后的结局是非常的惨的。将会是你们。其实这个剧本我读完了以后，我还是非常喜欢这个角色，因为他在感情上他其实很忠贞，在那个背景下他不能选择。就氏族强大不代表你强大，所以我就完全被裹挟在这个势力当中，就像笼中鸟一样，没有什么空间。
我们在古装剧的外壳下，其实有很现代的情感内核。我们特别希望观众在沉浸于故事之后，获得共鸣，也能够得到治愈，获得一份情感的感动以及踏实。度华年还有一个最大的福利，就是看度华年更容易相信爱情，获得幸福。你可以与你心爱之人一起共度华年。每个人身上都有张蛛网，若是超过了既定的活动界限，你往哪边偏一点，都会引起另一边人的疼。裴文轩他不会因为权力而去倾向于世家，他从来都没有忘记过自己是韩族出身，他非常能体恤这一类人，至始至终都坚定着去保护韩族，去保护这一类弱者吧，这样说。拿下！干什么？我住手！我倒想看看苏大人能在刑部把我关几日。裴文轩的人设实在是太讨喜了，正如书粉总结，他是人间理想型。他会觉得不负朝堂不负百姓，唯独负了长公主。包容、爱，然后去守护着李荣。他无数次被李荣拒绝，然后被李荣推开的时候，裴文轩还是选择去等他，去爱他。蓉蓉，10年、20年够不够？若是不够，可以再加20年。男一女吵架的戏啊，或者是他对他的一种醋意放在心里面，从眼神表现出来，对这种感觉拿捏得挺好的。他在原生家庭里面，因为没有得到太多的爱，所以说他平时在跟李荣的相处过程中，他就会把自己的爱自然而然的分享更多给李荣。我觉得裴文轩的情感观，对我们更大的一个启示是在于，爱情不仅仅是执子之手，更重要的是选择与相信，也不仅仅是挡在他的身前，或者是站在他的身后，而是可以站在他的身旁，一起拥有更好的信仰，开创更好的世界。你在戏里看到的裴相和公主，但拍摄现场的裴相和公主你从面门上来的，打到这儿，打到那儿还算位置呢。哎，可以了，怎么样？先打一个围棋的牌。